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新闻摘要。现在是2026年4月26日，星期日。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以及娱乐4个方面最重要、最热门的新闻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首先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政治新闻。今天，习近平主席在2封重要贺电中展现了中国积极进取的外交姿态。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、国家主席通伦就中老建交65周年互致贺电，双方强调要以中老友好年为契机，增进战略互信，弘扬传统友谊，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新成果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。与此同时，习近平还同佛得角总统内维斯就中佛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，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。此外，一则重磅外交消息受到全球高度关注：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4日至15日正式访问中国，届时将举行中美两国领导人峰会。特朗普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了这一消息，并表示：“我确信这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。”中国外交部表示，目前双方代表正在为这次历史性访问做最后的准备工作，相关细节有待进一步确认。这一消息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，各方都对这次峰会寄予厚望，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直接对话，推动双边关系走向稳定与缓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经济新闻。今天经济领域有几条重要消息值得大家关注。第一条消息是关于外资吸收情况的。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，2026年1月至3月，全国实际吸收外资2496亿元人民币。与此同时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分别会见了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傅里、欧洲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兼奔驰集团董事长康林松，双方就深化双边经贸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。这充分说明，尽管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，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行动从未改变。第二条消息是关于消费市场的。最新研究报告显示，中国消费市场正在悄然发生转变，从过去的买商品逐渐走向想体验的新模式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优质体验支付溢价。文旅、餐饮、演出等体验型消费正在蓬勃发展，消费活力正在体验中不断释放。第三条消息来自长三角地区。据新华社报道，长三角智能制造正在加快驶向全球市场，多家龙头企业的核心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了显著突破，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智能制造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。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社会新闻。今天社会方面有2条消息引发广泛关注。第一条是关于周杰伦演唱会诈骗事件的。近日，浙江温州一名女子因急于购买周杰伦演唱会门票，轻信网上声称拥有主办方预留内部票的陌生人，通过对方发来的虚假链接，先后连续转账7笔，共计损失人民币168600元。警方提醒，演唱会门票供不应求，各类诈骗手段层出不穷，市民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购票，切勿轻信来历不明的第三方票源，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财产损失。第二条社会新闻同样令人感慨，中国著名女团组合 S.H.E 的3位成员 Selina、
Hebe 和 Ella 近日相约一起爬山，并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三人在瀑布旁的温馨合影，自称瀑布少女团，引发全网回忆杀。其中 Ella 特意带了包子上山分享，却被 Selena 调侃说包子带上山都冷了，能多好吃？三人随即笑作一团，网友们将这段对话称为经典 SH 意式幽默。20多年的真挚友情，让无数粉丝深受感动，纷纷感叹，这才是真正历经岁月的姐妹情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今天娱乐圈的热点。今天娱乐圈的焦点依然是热度不减的乘风2026，同时还有一条令粉丝们欣喜的婚恋新消息。先说乘风2026的最新动态。节目开播以来，3天内豆瓣实时热度破 1.4 亿，微博热搜话题达到498个，成为2026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破圈的现象级综艺。节目最大的亮点在于全程直播、全开麦、无修音的大胆创新，让姐姐们的真实状态完全暴露在观众面前。既有王蒙的率真耿直，也有李小冉的意外惊喜，更有各种令人捧腹的搞笑名场面。有媒体总结得很到位，这届浪姐越难听越搞笑，观众反而越爱看，成了妥妥的热度收割机。另一条令人开心的消息来自歌手金莎。金莎与丈夫孙承霄在综艺节目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中透露，两人已经有了要孩子的计划，目前正在研究孩子未来的学校。孙承霄更表示自己责任感爆棚，这对新婚夫妻甜蜜的互动温暖了无数网友的心，大家纷纷送上真诚的祝福，期待他们早日迎来属于自己的新生命。以上就是2026年4月26日今天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见。